大家好，今天在野要和大家聊聊中国经济的最新情况。说实话，看着这些数据，在野真是忍不住想说，中国经济这艘大船怕不是要沉了。先来看看最新出炉的数据吧。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字显示，今年1月到8月，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同比暴跌了 33.8%， 折合美元约 817.13 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1/3的外国投资者用脚投票，撤离了这个曾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地方。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今年前8个月，通过初次和二次收入渠道离境的外资规模达到了惊人的2269亿美元，这比2019年增加了 73%。各位，这不是在开玩笑，这是实打实的资金外逃。有经济学家分析说，仅8月份的 FDI 就同比下降了 50.4%， 这是25年来最大的跌幅。他还指出，8月份的 FDI 水平已经退回到了2004年的水平。想想看，20年的发展成果就这么付诸东流了。外资撤离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内需的崩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1至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7.5%。这个数字乍一看似乎还不错，但别忘了，这是在去年低基数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看月度数据，会发现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6%， 比7月份的 8.5% 大幅下滑。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消费复苏正在失去动力。说到内需崩塌，就不得不提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1至8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8.8%， 8月份单月同比下降 19.1%， 创下2020年以来的最大跌幅。更糟糕的是，1至8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7.1%， 销售额下降 6.3%。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寒冬。在这种经济环境下，失业率自然也居高不下。虽然官方公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在8月份降至 5.2%， 但这个数字值得怀疑。为什么？因为从7月开始，官方就停止公布16至24岁人口的失业率数据了。要知道，今年6月，16至24岁人口的失业率高达 21.3%， 这意味着每5个年轻人中就有1个找不到工作。这种情况下突然停止公布数据，你觉得是因为情况好转了，还是变得更糟了？如果你以为这就是全部，那你就太天真了。中国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定时炸弹——地方债务危机。根据中国财政部的数据，截至2022年底，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35.06 万亿元。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如果算上隐性债务，一些专家估计实际数字可能高达100万亿元。更可怕的是，许多地方政府已经难以偿还债务。今年7月，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城投平台宣布无法按期兑付10亿元债券。这只是一个开始吗？恐怕是的。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场经济灾难呢？首先，政治因素不容忽视。中国的商品流动性开放程度倒退了，国有资金的招投标普遍排斥民企和外企。服务领域的开放，那是遥遥无期。其次，国有企业的快速发展挤压了外企的生存空间。在这种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下，外企想要保持盈利，做梦去吧。再者，监管趋势过度强化，从发展第一变成了安全第一或风险最小化第一。这种转变可把外企吓坏了，投资积极性早就被打击得体无完肤了。现在不光是外资在逃离，连日本企业也坐不住了。
就在最近，日本松下公司决定撤离中国，青岛工厂裁员1200人。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是仇日情绪激怒了日资企业。9月18日，一个10岁的日本男童在深圳被一名44岁的中国男子刺死。这件事在日本引起了轩然大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痛批这是极其卑劣的犯罪行为。更可怕的是，这种仇日悲剧并非孤立。今年6月，苏州也发生了类似的持刀攻击事件。一些日本观察家认为，这些事件是中国政府几十年来从小学就开始灌输仇日反日思想的结果。这种恶劣的社会氛围让日企如坐针毡。松下控股决定允许日本员工及家属暂时回国，费用由公司承担。丰田、本田、日产等汽车企业也纷纷采取措施，保护在华员工的安全。不仅是日企，欧洲企业也对中国市场失去了信心。中国欧盟商会主席燕慈直言，越来越多的公司表示其在华业务已达临界点。燕慈指出，44%的欧盟商会成员企业对在华经营的盈利前景感到悲观，这一比例创下了历史新高。更糟糕的是，只有15%的会员企业对未来2年内的盈利能力持乐观态度，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那么，中国政府是不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采取措施了呢？表面上看，是的。比如，他们刚刚发布了新版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号称要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但是，这种措施能不能真正吸引外资回流呢？恐怕难。燕慈一针见血地指出，真正让外企担忧的是市场准入问题。与中国企业在欧洲市场享有的法律保护不同，欧洲企业在中国并没有获得合法保障的公共采购市场准入。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中国政府还在墙内宣传说中国经济在稳中向好。就在9月15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8月份中国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态势。这种自欺欺人的行为简直让人哭笑不得。那么，中国经济还有救吗？坦白说，前景不容乐观。越来越多的外企开始重新审视他们在华的战略。76%的欧盟商会会员企业正在评估供应链的韧性，许多企业已经开始将部分供应链移出中国。更令人担忧的是，71%的欧盟商会会员企业认为，他们在中国以外的市场获得的回报会更好。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国正在失去它作为外商直接投资首选目的地的地位。如果中国政府继续无所作为，情况只会变得更糟。制造业投资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消费的增长，这意味着产能过剩的问题可能会进一步加剧。42%的欧盟商会会员企业表示，他们正面临中国产能过剩的影响，另有20%预计未来将出现行业过剩的问题。那么，中国政府该怎么做呢？燕慈建议，应该更加关注支持需求侧，并确保资本分配的方式不会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问题。此外，在市场准入和减少繁文缛节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但是，看看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你就知道他们有多么不开窍了。他们不是在想办法吸引外资，而是在不断加强安全法规，限制数据流动。这些措施无疑会进一步打击外企在中国投资的意愿。更可笑的是，在地方政府层面，他们还在热情地欢迎投资，但是国家层面的一系列政策却让外企对是否选择中国心存疑虑。这种上下不一的做法，不知道要坑害多少外企。最后，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的未来。说实话，前景并不乐观。虽然中国在去碳化和清洁技术领域有一些机会，但是整体经济环境的恶化已经让许多外企望而却步。更糟糕的是，
中国的年轻人似乎并不了解真正的经济发展引擎是谁，他们对民营企业创新的认可度很低，这反映出中国的教育系统已经与社会严重脱节。总的来说，中国经济这艘大船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下沉，外资大规模撤离，内需持续疲软，房地产市场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地方债务危机迫在眉睫，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复杂而危险的经济困局。政府却还在自欺欺人，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恐怕这艘船很快就要触底了。好了，今天就聊这么多，大家觉得中国经济还有救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别忘了点赞、订阅、分享，咱们下期再见。